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马嵬坡之变。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也最被反复引用的一幕——马嵬坡之变以及杨贵妃之死。提起杨贵妃，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绝代佳人，是在天愿作比一秒，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凄美爱情。然而，拨开这层被历代文人浪漫化、唯美化的外衣，如果我们回到天宝15载，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14日那个闷热、混乱、充满血腥味的马嵬坡驿站，我们会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爱情悲剧，而是一场冷酷到了极点的政治清算，是一次群体心理崩溃后的献祭仪式。今天，我们要问出一个非常残酷却又直指历史核心的问题：当一个庞大的帝国走向崩溃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需要一个女人来充当祭品？在马嵬坡的那个下午，禁军将士们、大唐的皇帝以及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杨玉环，他们各自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让我们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天宝15载的夏天。那个夏天对大唐帝国来说是极度屈辱的。安禄山的叛军如入无人之境，大唐的西部防线全面崩溃，连潼关这道最后的屏障也失守了。号称开元盛世的缔造者，统治了帝国半个世纪的唐玄宗李隆基，像一个仓皇的逃犯一样，带着他的宠妃、宰相、皇亲国戚以及少量的禁军，逃出了繁华的长安城，一路向西奔向蜀地。长途跋涉，烈日炎炎，不仅是皇室，就连护驾的禁军也陷入了极度的疲惫、饥饿和恐慌之中。这些禁军将士，也就是龙武军，他们平时驻扎在京城，是拿着高薪、享受着优厚待遇的皇家卫队。他们的父母妻儿、田产家业全都在长安。现在，皇帝一拍脑门，决定逃跑，把整个长安城连同他们的家属全都留给了残暴的安禄山叛军。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士兵此时的心理状态，他们的身体承受着极限的劳累，肚子里没有粮食，而心里则装满了对留在长安的家人的担忧，以及对这场突如其来灾难的愤怒。愤怒是需要出口的。当一个群体的愤怒积压到临界点，如果找不到发泄的对象，这种力量就会反噬群体本身，甚至引发不可控的哗变。这个时候，随行的宰相杨国忠成了一根完美的导火索。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他身兼数职，权倾朝野，但却是个极其无能且贪婪的政客。在很多人的眼里，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国忠和安禄山争权夺利，最终逼反了安禄山。而且，就在大家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吐蕃的使者竟然还在大路上拦住杨国忠，向他抱怨没有食物。禁军士兵们看到这一幕，立刻群情激愤。有人大喊一声：“杨国忠何土藩人谋反！”这一嗓子彻底点燃了火药桶。情绪失控的士兵们乱刀砍死了杨国忠，肢解了他的尸体，甚至把他的头颅挂在了驿站的门外。不仅如此，他们还杀死了杨国忠的儿子，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杀杨国忠是完全合理的。杨国忠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杀他足以平息众怒，也算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但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这里，杨国忠死了，他的党羽也死了，按理说禁军的愤怒应该平息了。可是当唐玄宗拄着拐杖走出来，对将士们进行慰问，并命令他们拔营继续前进的时候，这支军队却像脚下生了根一样，死死地定在原地，一动不动。带头的将军陈玄礼对皇帝说了一句极其冰冷也极其致命的话：“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革恩正法。”意思是杨国忠谋反了，杨贵妃作为他的家属，不能再留在您身边侍奉了，请陛下大义灭亲，赐死杨贵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度剖析的核心，为什么非杀杨贵妃不可？唐玄宗听到这个要求时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他辩解说，贵妃长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贵妃一直待在深宫里，她怎么可能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情？她是无辜的。从逻辑上讲，唐玄宗说的非常对。
杨玉环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型人格，她精通音律，擅长舞蹈，霓裳羽衣曲跳得绝美。翻开新旧唐书，你找不到任何一条关于杨贵妃干政的记录。她不像武则天那样有巨大的权力野心，也不像韦皇后那样热衷于朝堂结党。她就是一个被皇帝豢养在深宫里的，提供了极高情绪价值的艺术伴侣。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因为唐玄宗设立的节度使制度彻底失控，是因为府兵制崩溃导致的中央军事力量空虚，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这些权相的胡作非为。这一切复杂的结构性危机和杨玉环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为什么这几千名普通的士兵非要置这个对朝政毫无影响力的美丽女人于死地呢？这里我们要引入心理学上的几个重要概念，来还原马嵬坡的群体心理。首先是认知失调与替罪羊机制。大唐帝国为什么会从繁花似锦的巅峰，一夜之间跌入生灵涂炭的深渊？这是一个极其宏大、复杂且让人绝望的系统性问题。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处于极度恐慌和愤怒中的禁军士兵来说，你给他们讲节度使制度的弊端，讲均田制破坏导致的经济危机，他们是听不懂，也不愿意去听的。人类的大脑在面对极端复杂的灾难时，有一种本能的防御机制，我们会试图寻找一个简单、具象、可见的原因来解释一切的不幸。我们需要一个罪魁祸首。如果说帝国崩溃的真正责任人是唐玄宗，这是事实，但这群士兵敢承认吗？在那个君权神授的年代，皇帝是天子，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如果承认是皇帝昏庸导致了天下大乱，那就等于推翻了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信仰体系和效忠对象。他们是皇帝的禁军，如果皇帝错了，那他们这支军队的存在还有什么合法性？所以皇帝绝对不能有错。既然皇帝不能有错，那么错的就只能是皇帝身边的人。这就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清君侧逻辑。皇帝是被蒙蔽的，坏的是他身边的奸臣和妖女。杨国忠已经死了，但士兵们内心的恐慌并没有消除。因为杨国忠虽然死了，但他的政治资本，他所在的那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最终符号杨贵妃还活生生地站在皇帝身边。在古代父权社会中，红颜祸水是一个极其廉价且极其好用的甩锅工具。当男人们掌握着绝对的权力，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导致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绝不会承认是自己的无能、贪婪和制度的腐朽。相反，他们会把所有的罪责推给一个女人。商朝灭亡是因为妲己，西周灭亡是因为褒姒，如今大唐要亡了，那一定是因为杨玉环。把复杂的政治危机简化为一个女人用美色迷惑了君王，这是一种极其怯懦的集体心理逃避。杀掉这个女人，仿佛就斩断了衰败的根源，仿佛就能洗清所有男人，包括皇帝、大臣和士兵在国家覆灭中所犯下的罪过。杨玉环在这一刻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承载了整个大唐帝国走向衰落的所有罪恶与污秽。她是一只完美的替罪羊。其次，我们从士兵和将领的现实心理出发，这是一种深度的生存恐惧与服从性测试。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陈玄礼和那些龙武军士兵刚刚干了什么？他们没有经过皇帝的允许，私自杀死了当朝的宰相。这是什么罪名？这是极其严重的兵变，是赤裸裸的造反和谋逆。虽然他们当时群情激愤，但杀完人之后，看着满地的鲜血，这群士兵的内心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巨大的恐惧。他们现在不仅有对安禄山的恐惧，更增加了对皇帝秋后算账的恐惧。杨贵妃是谁？她是皇帝最心爱的女人，也是杨国忠的妹妹。现在禁军把他哥哥杀了，把他姐姐也杀了。如果杨贵妃继续活着，并且依然受到皇帝的无底线宠爱，那么等将来平定了叛乱，天下太平了，杨贵妃只要在皇帝耳边吹一吹枕边风，替他的家人报仇，在场的这几千名将士，哪一个能有好下场？陈玄礼作为一个老练的将领，他太清楚这种政治后遗症了，所以他必须要斩草除根。
更深层的一点是，要求皇帝赐死杨贵妃，本质上是禁军对唐玄宗发起的一场极其残酷的服从性测试和投名状仪式。士兵们通过逼迫皇帝杀掉他最心爱的女人，来确认皇帝的立场。他们潜台词是：陛下，您到底是站在代表过去的腐朽的杨家那一头，还是站在我们这群保护您身家性命的将士这一头？只要唐玄宗下令杀了杨玉环，就等于皇帝和禁军共同背负了这笔血债。皇帝亲手斩断了对过去的眷恋，承认了禁军兵变的合理性。只有这样，禁军才能确信自己是安全的，才敢继续护送皇帝前往蜀地。杨贵妃的血是用来粘合皇帝与哗变军队之间那道巨大裂痕的唯一粘合剂。理解了这群士兵的心理，我们再来看看身处风暴中心的唐玄宗李隆基。当唐玄宗说出那句贵妃安之国中谋反的时候，他旁边的高力士，这位跟随了他大半辈子、极其懂他的老太监，说了一段点破天机的话。高力士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中，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这话翻译过来就是：陛下，贵妃确实没罪，谁都知道她没罪。但是现在士兵们已经把杨国忠杀了，如果贵妃还留在您身边，士兵们怎么可能觉得安全？您好好想想吧，只有将士们觉得安全了，您的命才能保住啊！高力士的这句话犹如一盆冰水，彻底浇醒了唐玄宗残存的最后一丝浪漫与柔情。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单选题。李隆基，这个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伟大君王，这个在年轻时果断发动正变诛杀为后和太平公主的冷血政治家，在这一刻，他骨子里的帝王本能彻底压倒了作为一个男人的爱情。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封建帝王的价值观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被交易的，包括爱情。唐玄宗确实宠爱杨玉环，他可以为了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他可以纵容杨家子弟胡作非为，把整个帝国的资源倾注在这个女人身上，用来满足自己对于盛世奢华的最后幻想。但是，当这朵名为杨玉环的解语花威胁到李隆基自己的身家性命，威胁到他大唐皇帝的宝座时，他就立刻从无价之宝变成了可以被抛弃的政治筹码。在皇权与生命面前，所谓的在天愿作比一鸟，不过是太平盛世里吃饱了撑的文人墨客的自我感动罢了。真实的权力逻辑是冷酷无情的，我爱你，前提是你不会损害我的绝对利益。一旦你成了我生存下去的障碍，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推出去祭旗。于是唐玄宗做出了选择。史书上的记载非常克制，却字字泣血，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以杀之。唐玄宗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驿站旁边的佛堂里，用一根白铃活活勒死了她。一个在皇宫里养尊处优，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就这样在满是尘土和汗臭味的马嵬坡驿站，在几千双充满敌意和恐惧的眼睛的注视下，孤零零地走向了死亡。死后，他的尸体还要被抬出来，放在天井里，让陈玄礼和那些哗变的将领们逐一验看。陈玄礼等人看到杨贵妃确实死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跪在地上高呼万岁。皇帝安全了，禁军也安全了。一场随时可能毁灭大唐皇室的兵变，通过牺牲一个38岁的女人，奇迹般的平息了。杨玉环的死具有极其强烈的隐喻意味。她原本是大唐盛世的象征，她的丰腴，她的华美，她身上的那种毫无防备的浪漫气质，都与开元盛世的自信与繁华完美契合。唐玄宗对她的宠爱，本质上是唐玄宗对那个由自己亲手缔造的太平盛世的极度迷恋。而在马嵬坡，随着那根白绫的收紧，被勒死的不仅是杨玉环，更是大唐帝国那个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杨贵妃之死，向天下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个曾经自信包容万邦来朝的大唐已经死了。现在的统治者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只能靠向哗变的士兵妥协，苟延残喘。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弱。后世的文人
比如白居易出于种种心理，用极其华丽的词藻将马嵬坡之变粉饰成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爱情悲剧。他们写玄宗在回京后面对画作的暗自垂泪，写蜀地风雨中的马嵬坡回忆。这种文学上的美化，实际上是在掩盖历史的丑陋。因为如果承认这是一次无耻的政治献祭，那就等于扒下了封建父权制和专制皇权最后一块遮羞布。大家都不愿意直视一个苟且偷生、牺牲女人的懦弱帝王，所以宁愿相信他是一个情深义重、迫不得已的痴心汉。但在历史的显微镜下，我们必须撕开这层浪漫的面纱。为什么帝国崩溃时总需要一个女人来献祭？因为在男权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女人从来不是权力的主体，她们只是权力的附属品、装饰品。在盛世，他们是皇帝夸耀太平的牡丹花，用来证明帝国的繁荣与君主的伟大；而在乱世，他们就立刻变成了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用来为昏庸的君王和腐败的官僚集团背锅。杨贵妃之死是一场盛大的逃避责任的仪式。整个大唐的高层统治集团，那些骄兵悍将，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次心理学上的切割。他们把大唐走向衰败的全部罪恶、贪婪、失职和恐慌全部打包塞进了一个弱女子的身体里，然后把她挂在了马嵬坡的梨树上。随着杨玉环的断气，将士们觉得罪恶被清除了，唐玄宗觉得皇权被保住了。他们踩着一个女人的尸体，继续踏上了逃亡的道路，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依然是大唐的忠臣和明君。这是杨贵妃的悲哀，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哀。马嵬坡的那个下午，没有爱情，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博弈、群体性的心理恐慌，以及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将弱者推向祭坛的残酷逻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安史之乱最终平息，大唐帝国又苟延残喘了100多年，但马嵬坡的幽灵却始终在历史的天空游荡。每当有王朝倾覆、危机降临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或者几个看似祸国殃民的女性被推上历史的前台，接受千夫所指。这种寻找替罪羊的幽暗心理，这种将系统性失败归结于个别弱者的怯懦，其实一直深植在人性的弱点之中。希望今天对马嵬坡之变的心理学分析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维度。当我们在读到那些关于历史上的红颜祸水的叙述时，能够保持一份清醒，看穿那背后隐藏的推卸责任的政治算计。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